谁在家呢？给我整碗水。这半天跑的腿都跑断了。哎呦，来，正好喝我这个，喝这个，来，这气。哎呦，累坏了，这还惹了一肚子气，还。哟，咋了？他不回来了？嫂子，我眼拙啊，给你们家牵了头倔驴了。回头我把那猪头啊给你们家还回来。这门亲事啊，算我说瞎了。你看你，婶子，他怎么说的嘛？庆来呀，你是个男人，有个男人样啊，别跟女人一般见识，你就低个头服个软，把老婆接回来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那凭什么呀？哥，不能惯着，惯出毛病了都。哎呀，现在都由你大人说话。哎，那2只鸡跑出来，你2个快去，把它逮回来，回去。去，赶快去！你俩弄进去，快去，赶紧出去。幸福咋说？幸福说了，说啥？幸福说了，要想还要他这个媳妇儿啊，就让庆来8抬大轿去抬去，要不的就在娘家住下了，让庆来看着办。对了，还说了，庆来要是个男人，就去找船家给他妹子讨个说法，讨来了呢，就不用8抬大轿抬了，他自己麻溜就回来了。这是原话。 8抬大轿抬他啊，还要给他妹子讨说法，是，真反了他了，真是。真像我年轻时候的性子，这要一叫就回来，还怪了呢。大婶子，你听我的啊，能行吗？咋不行？能行。 行，我试试。村民们，今年村里上一季度的村务汇报和财务报表已经在公示栏里贴出来了，大家都这2贴着不是发了吗？啊，对，没错，是发了。我啥事？啊，关于咱们这个保健民长选址的这个事儿啊，我跟财良和几位村干部也讨论过几次，一直拿不定主意。后来我就想，原来咱们这个采石头的时候，当然当时也不懂环保这方面的事儿。 就弄得乱七八糟的，这个我也想找绿化公司给绿化，问了一下，绿化得几百万。但我后来想，假如啊，咱们在这回要开多长时间呢？选址就还开一会儿，你在外面等一下。能够省着绿化费，说一下废地呢，好的，既能省着绿化费了，那还能废地能够省钱，是一举几得的事情。你们也大家琢磨谈谈意见，看看可不可行。 这挺好，可以，是吧？挺好。最好咱们再抽个时间，到这个实地去考察一下子。要去别光咱们去了，我也联系几个专业的技术人员，到时候看看啊。对，船家也说到点儿上了。是。哎，船家，你们预算都出来了吧？啊，我这就回集团再落实一下。好，那这事儿都定了，然后得好好测算一下，写个报告给我啊。行，好嘞。 哎，万书记，你等我呢？啊！哎呦，我说大婶儿，我们船家这是早都结婚了，船北也在城里，没有用得着你这地方了。哎呀，万书记，看你这话说的，那船家那亲不也是我给你说成的吗？你说什么事？我呀，是为王家的事儿来的，这不，因为闹婚的事儿啊。 王家的媳妇儿回了门就不肯回来了，那这是他老王家家教不严呢，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儿子就为这个事儿去凑了个热闹，结果让他们家人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王家呀也知道自己家媳妇儿闯下大祸了，这不，一家人商量了好几天，定了，这个媳妇儿啊，他们家不要了。不要了。 这样的女人呐，不要就对了，进到家里也是个祸害。庆来他妈呀，打发庆来去找他，要去镇上闹离婚呢，巧了，让我给撞上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事儿你们不能这么干呐！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把婚就离了，别人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闹婚的事造成的呢，是吧？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无论如何呀。 得知会你一声，
对吧？庆来他爸妈呀，没有脸来见你，知道我脸皮厚，就把我打发来了。我呀，就得好人做到底，送佛到西天。我领庆来去找幸福去，去镇上离婚去，啊！哎呀，要说这事儿啊，你也不用劝，劝也劝不住。您不是总说吗？有家才有村，家兴村才兴。就冲这媳妇儿也不能留。你说这要是进了门啊，是不是得把这一家搅得鸡犬不宁的？哎呀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把咱万家庄搅得鸡犬不宁，那也说不定。那村里人是不是得有样学样啊？今天这家闹离婚，明天那家两口子打架。你说你好不容易把这万家庄是治理的和庆海晏的，让个小媳妇儿给搅和了，你说这犯不上啊？啊！老话说得好啊，男不和女斗，鸡不和狗斗。你听我的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你犯不着和一个小媳妇斗气，是不是？我来呢，知会您一声，我回去呢给王家回个话啊。这老两口还在犹豫呢，我回去跟他们说，不要犹豫了，书记同意了，这婚必须得离，是吧？大婶啊，哎呀，人都长着一张嘴，要不怎么说你这张嘴能挣着钱呢？有道理。我管理万家庄，讲究的是家文化，他老王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很好。家和万事兴嘛。娶进门来一个不守规矩的媳妇儿，想休了，用不着我这个当书记的开证明吧？不是想离婚吗？那就离呀！结婚自由，离婚也自由。我管天管地，管不着人家休媳妇儿。你回去告诉老王家，想结想离，这是他们家的私事，村委会管不着，我也没这个闲工夫。不是，万书记啊，哎呦，啥？我可是全按照你教我的那么说的呀。那你看，书记没上套。你这倒好，弄假成真了还。你说你这婆娘就是能不够，净出这馊主意。现在要是不离吧，你不糊弄领导吗？那要是离了呢？那我们家彩礼怎么办呢？还有，办婚礼的开销，这不全打水漂了吗？婚床还没捂热呢就离婚，你这青来还怎么做人呢？这不成了笑话了吗？你让孩子的话成不成亲了？你这。不对呀，那万书记大会小会不都说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嘛？啊，那村上好几对要离婚的，不都让他和好了吗？那咋到我家的？哎，大婶子，要不然那个再劳烦你跑一趟，你跟我家那不懂事的媳妇说一下，你说他要是再不回来，那我家不想离，那也得离了。可是啊。喂，大勋，你这些天干嘛呢？怎么都不理我，怎么都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？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是幸运吧？我是大勋的妈妈。阿姨，大勋呢？姑娘，有些话大勋说不出口。我帮他说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孩子，但是你跟他不合适的，不如趁现在就早点分开，互相都别耽误。阿姨，大勋在哪儿？让他亲口跟我说。大勋来嘛，那也是这些话呀。姑娘，有些话我们不说破，那是给你留面子。面子？我要什么面子呀，阿姨？我现在已经没有脸了，我不想要这些，你就告诉我为什么？你真的不懂吗？那你的事情啊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家亲戚朋友很多的，那身份
也都不大一样。要是以后这个事情传出去的话，那我们在亲戚当中不好做人的呀。你跟大勋啊，就到此为止吧。这辣椒有点呛啊，今天。来，师傅，把这个拿。新月，吃饭了。新月。咋又喝上了？姐知道你难受，但你老这么喝酒糟践自己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别哭了，哎呀，别哭了，啊！大勋，大勋不要我。为啥？我电话里听到了我被那帮混蛋，他觉得丢脸。啥？你被人欺负了，他还这么想啊？他觉得我被人摸了，他觉得我脏了。这你知道那一刻我什么感觉吗？我就像一把刀插在了我心上。在这件事之前，我们两个真的很好。他还跟我说过，他会带我去见他父母，他会跟我结婚，他会永远跟我在一起。他让他妈妈给我打电话。他妈跟我说，他们家的亲戚有很多，他不想让他们丢脸。你知道吗？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不管我怎么优秀，在他们眼里我都是低他们一等的，我们不平等，你知道吗？姐供你读大学，可不是让你这么想的。他们出生就是天上的凤凰，跟我呢？他们越是瞧不起咱们，咱们越要好好活着。清月，我都可以被一个村书记的儿子随意侮辱。他们对我一点歉意都没有，我算什么呀？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来了，婶子，你来了。那进来说吧。啊，啥意思？就这意思。幸福啊，你就听婶儿一句话吧，妈就跟婶儿回去啊。有什么事儿啊，回到他们家再说。你要真不回去啊，我怕这婚呐真要离了。那这么说，他家就不想要我这个媳妇儿了呗？不是他们家不想要了，是人家不敢要了。他婶子，哎，你说咱姐妹这交情，那是亲姐妹的交情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。你跟我撂句实话，他们家是真动了离婚的心思了，还是跟我耍心眼子呢？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王家呀，因为你们家幸运的事儿啊，彻底把书记给得罪了。这回啊，是真动了离婚的念头了。哎呀，
幸福啊，你快别做饭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这就跟着你婶子回万家庄去啊！对对，幸福，婶子，哎，麻烦你转告一下我婆家，他们的想法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他们这个做法我不赞同。人不管走到哪都得讲理吧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官大官小的。我妹子的事儿，他们不敢要说法，没关系，但是我不怕。如果要是真因为这事儿，他们王家就不要我这个媳妇儿了，那我也认了。哎，幸福，哎呦，这词怎么就说不通呢？你说，脾气，你说真是，这怎么办？你吃了饭再走呗。哎呀，哪还有心思吃饭了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哎呀，大婶子啊，那咱可说好了啊，既然是男方提出来要离婚，最后真离了，那彩礼我们可不退了啊。哎呀，这都是后话，完再说吧。啊，走了。哎，这一天天，哎呀。姐，妈，我姐呢？你姐不是在屋里呢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嗯。幸福，没在。幸福，坏了，她肯定是回去了。什么呀？快给你姐打电话。喂，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去万家庄，去给你要说法去。姐，你别去了，我不想要什么说法。幸运，有什么话等姐回去再说。你说怎么就这么
倔，你说，商量都不商量，他这不想过了，他这。妈，姐真的要离婚吗？星月，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还不知道啊？你姐这都是为了你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？咱们这个家包括你怎么有的今天，你心里最清楚啊！为了供你上学，你姐到初中她就不读书了，直到你大学毕业她才出嫁。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好婆家，这刚一过门就闹这么一出。哎呦，你说要为了这个事儿把她婚给搅黄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，星月，你心里头过意得去啊？啊？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星月，你和你姐都是妈身上掉下的肉。手心手背妈都疼啊！但是事情已经到这步了，就算你姐让他们道歉了，又能怎么样？删了吧。这就是咱们这种人家的命，受了气，堵了眼。好好的啊，我的闺女，妈相信你。一定会好好的。安书记，王爷的新媳妇来找你。这到底还是来了，叫他进来。好。万书记。你又是来找我要说法的？是。我听说为此事，你婆婆已经不打算要你这个刚进门的儿媳妇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你为什么还来呀？因为我们受到了伤害，她天天觉得自己身上有味儿，一天洗好几回澡，那身上都搓红了。男朋友因为这事儿跟她分手了，她现在情绪很低落。这么严重？这要是换成您闺女，衣服都被人扒烂了，然后身上被摸个遍，您怎么想？这个混蛋！书记，这不叫闹婚，这叫耍流氓。那我必须得要个说法。他们老王家不敢要说法，那是因为您是书记，您是领导。但是我不怕，就是因为您是书记，您是领导，那是领导更应该讲道理才对。那我要不给你这说法呢？那我就往上告。要是我给了你这说法，你还离婚吗？那就要看婆家的意思了。我不想离婚，但是为了这个理儿，非要离，我也认了。
媳妇了？没见着，跟村委会的人说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哎，回村不回家，那他回来干什么？是不是真的回来了？别是杠子拿你寻开心的吧？没有，我也见着会计了。他说幸福去见那个万书记，说完话就走了，千真万确。看来你这个媳妇是铁了心了，为她娘家妹子的事啥都不管不顾了。她宁可不要这个家，也非去要个说法。你可得早点有个心理准备。妈，我没准备，我也不想准备，我不想离婚。如果这门亲事就这么散了，你得把彩礼钱给我退回来。张总发来的合同你看了吗？看了。觉得怎么样啊？你觉得呢？这个保健品厂啊，既然要建在万家庄，就得冠咱们万家庄的名头。那要打咱们万家庄的牌呢，咱们万家集团就得占大股份，这样以后在运营的过程里，咱才有话语权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这投资要比预计多了。多新鲜呀！投的多，占的股份多，以后挣的还多呢。这小子就喜欢挑头，就把你啊忒嫩，挑不起来。那没事啊，这天塌下来先砸个儿大的，这不是有你给我把关保驾的吗？哎呦，这话说，咱们这样吧，明天啊，让蔡良我叫上村委会的干部，到公司的会议室开个会，大家一块儿议议。行啊，那我一会儿就通知他们。开完了会呢，你去一趟有德他们家，干嘛呀？给幸福的妹妹赔个礼，认个不是啊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跟他道歉，我不去，我丢不起那人。他给船家头上打那么大一口子，到现在还疼呢。当时没让保安队给他拉出去打一顿就够让他了，还给他道歉，混账话！爸，哎呦，妈赶出去啊！你把人家给闹得不成个样子，道个歉怎么了？又不能掉块肉。他下手再重点儿，就不是掉块肉的事儿了，我这小命都没了。人家不是给你赔了不是的吗？你怎么就不能给人家赔个不是啊？一句话的事儿，这还真不是赔不赔礼的事儿。我那不是喝高了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，我现在好歹是集团的总经理，手下管着700-800人呢，工作中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时候。因为这么点破事儿，我就服软道歉，那以后工作的时候呢，我是不是遇到事儿我跟谁都得服软道歉啊？那我还有什么威信？我管别人，我说话谁还听啊？这闹婚自古就有，又不是从我这儿开的头，谁家结婚不闹啊？对吧？那不是他王有德家啊，请我求着我去闹的吗？你是大白哥，谁闹又轮不到你闹。再说了，你们闹的也太过了呀！有你们那么闹的吗？把人衣裳都给撕了，还乐？人家好歹是个女大学生，还没嫁人呢。她嫁了人，谁还闹她呀？我意思是说，就算我闹得有点过头了，对吧？那他姐把我打了呀，我淌一脸血，我不也认了吗？我没让人找他麻烦呀。可是人家给你道歉了呀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呀？啊，怎么着？我摸了他妹妹2下，他妹妹才不会掉块肉呢。啊，他砸了我，打了我，他还吃亏了他。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你自己看办。那他们家忍一步还能风平浪静呢，我不去啊！那胳膊肘天天往外拐。星月，星月，
哎，妈，幸运呢？我看她东西都不见了。你妹妹回城里了。啊？给你留了封信。这丫头搞什么鬼？姐，我走了。无论你去找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，我都不在乎了。行，总之，我被那帮流氓害了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大勋也离开我，我认命了。但不能再让这件事害了你们。再这样下去，你的日子也过不好。我不希望看到事情变成这样。就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我去城里找工作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等我在城里扎下根，接你和妈进城过好日子，我会记着咱爸临走前说的话：日子要好好过，使劲过。姐，你也要好好过，使劲过啊！我走了，希望咱们一切都好。算了，别打了。您说他这是干嘛呀？我都已经跟万书记说好了，万书记答应我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。哎呀，我的闺女，就别要说法了啊！你要知道，幸运走，他就是为你着想，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儿，把你好端端的婚事给毁了。得，你们俩的事儿，你们自己说吧。媳妇，我来接你回家，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吧。啥就算了？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就是不想才来接你的呀。你不是去找那个万书记了吗？嗯。书记会给你说法吗？万书记答应会给我一个说法。不可能的。这有啥不可能的？你等着瞧吧。你先回去吧。万书记遛弯呢，等我点炮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棺材才点炮的，我才不点炮。慢。哎，书记，吃饭了吗？万书记，没玩钱吧？没有。我玩钱我就踢你。玩吧。好。9万，给我。今天然后大家过来开个会啊，咱们主要是议论一下关于建保健品厂的事情，这是正事儿。但是说正事儿之前，我先说个别的事儿。大家都知道，前些天王永德他们家娶媳妇儿，很多人去闹婚，闹得有点过搞得很不愉快。当然了，闹婚呢，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习俗，但是传统习俗也有好有坏。我的意见呢是，好的咱们就要坚持，不好的就要把它剔除，移风易俗。
所以我提议呢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是谁家，娶媳妇儿嫁闺女，都不许再闹婚。大家有意见吗？你们能不能明确个表态？有没有意见对这个事儿啊？一风一俗啊？没什么意见啊，没意见哈。那行，那小林，去找村委会，让他们起草个告示贴出去。好嘞，王总，我现在就去。好，下面说正事啊，这个关于建保健品厂的事儿吧，我想合同啊，还有什么贷款的协议，各位都看了，说说你们的意见。大家要不你先说？我想的也不太透彻，那我就抛砖引玉。首先呢，我同意传家说的这个占大股这个提议啊，毕竟这个厂子是在咱们万家庄的地界上啊，不打咱们万家的品牌，那说出去不好听。但是要是占大股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咱们的这个投资啊，肯定要比咱们预期的要大得多了啊。我说这话也不是说咱们村里头出不起这个钱，但问题是，等这个厂子建成投产以后，这个产品一上市，总得打下市场吧。到时候销售啊，什么宣传呀、广告这些个费用，这是一个无底洞啊！那厂子效益好的话，能把这个洞填平了。它万一要是不好的，是不是咱们前期投入这么多，不能全打了水漂吧？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万家庄，这也是远近闻名的这个明星村、富裕村了。这万一到时候这闹的这个名声咱保不住了，该怎么办？你刚才说这话，是你个人的意思呀，还是你们大家伙都商量完了集体的意思呀？啊？这前怕狼后怕虎的，还做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想不明白了啊！你们以前上山采石头送食材的时候，吃不起饭，连路都没有，还不是趟出来了？哎，怎么着？现在安逸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啊，胆子没了？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，人们的日子好过了，那他们需要什么呀？不就想着能健康长寿吗？你说现在逢年过节，赶个周末，大家串个门，走个亲戚，访个朋友，谁还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呀？不都提着保健品吗？盒子漂亮，有面子，也实用啊。市场上那么多保健品，哪个卖的不火呀？万总啊，我们就是有些担心，现在这个保健品市场上，产品种类太多了，咱们要是再做一个扔进去，这不显山不漏水的，这万一卖不动，赔了钱怎么办？这么大的投入啊，这事儿都没干呢，就先想赔钱的事儿了，啊？不显山不漏水，那就把它做得显山漏水，是不是？包装搞得好一点，东西内容做得好一点，北方卖不了有南方，城里卖不了卖农村，怎么可能卖不出去呢？为什么想做这个保健品厂啊？还不是每次开会你们都在那念叨，瓷砖厂、建材厂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，挣不着钱了，那才说咱们弄一个保健品厂，让集团转型，对吧？要照你们这么说，啥也别干，混吃等死算了。干什么呢？有话好好说嘛，这不大家一块商量的吗？什么态度啊这是？哎，书记，传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反正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大家的意思就是说，先把这个困难呀都想到了，这样等困难真来的时候，不至于措手不及嘛，未雨绸缪，是吧？困难肯定是有的，是吧？但是大家咱们呢，不能被困难吓倒。过去咱们没钱的时候、穷的时候，咱们都走过来了。哎，眼下这点事儿，怎么可能走不过去呢？传家着急，这个心情可以理解，这态度是吧？要注意，是吧？咱万家庄应该说在县里、市里都算是明星村、富裕村，可是要把咱们放到全国、全省，咱就啥都不是，不能够现在就老婆孩子热炕头。万家庄的好日子还在后头，所以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、团结一致，加油干！放心吧，万书记，你拍板指路，我们大伙儿跟着啊，不含糊。既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，那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。好吧。
您好，您好，我是之前联系过，想来租房子的啊，是您啊，快进来啊，谢谢。用换鞋吗？啊，不用了，里面看一下吧。这间是厨房，公用的。哦。再往前的话是一间卫生间，也是公用的。刚好我们现在有2个房间在出租，朝南的是900块1个月，这间朝西的8001个月。这么小要800块啊？是的。能不能稍微便宜点啊？因为我刚毕业，还没找到工作。不好意思，小姑娘，这个是市场价，就这样。行吧，那我就要这间吧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